这次讲老子的伦理学。老子说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人道应当符合天道。天道是自然无为的，人道也应该顺其自然，自然无为。”人的自然无为不是说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要求在做事的时候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。人道的无为实际上是一种合乎自然的有为，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而复始。圣人用无为的态度对待世事，用不言的方式实行教化，听任万物自然兴起，而不为其创始。自然无为具体的包含哪些内容呢？咱们分5个方面来介绍：寡欲、无私、适度、柔弱、不争。首先说寡欲。老子说：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。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，嘈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，丰盛的食物使人舌不知味。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纵情狩猎使人心情放荡发狂，稀有的物品使人行为不轨。”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因此圣人但求吃饱肚子，而不追逐声色之欲，摒弃物欲的诱惑，而保持安定知足的生活方式。祸莫大于不知足，救莫大于欲得。祸患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，灾难没有比贪得无厌更为严重的。有了欲望，你就受到欲望的控制，被欲望控制，你就要做错事，做错事就要倒霉。用佛家12因缘的话来说，有了贪爱就要获取争夺，获取争夺就有业力随身，有了业力随身，就在生死六道中上下沉浮，不得安宁。只有抛弃欲望，顺任自然，才能达到自由的境界。然后是无私。老子说：“天长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天地之所以能长久，是因为天地无私奉献，养育万物，而不企图延长自己的存在，所以才能够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圣人以此为榜样，先人后己，将自己置于人后，自己反而能够领先。舍己为人，不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，自己的利益反而能够得到保护。非以其无私也，故能成其私。不正是因为圣人将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，所以才成就了自己的利益吗？”老子认为，一个人只要无私，将他人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的前面，自己的利益就能够得到实现，而且越能无私的为他人着想，自己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。圣人不急，既以为人，急于有；既以与人，急于多。圣人是不存占有之心的，尽力的照顾别人，自己就能更为充足；尽力的给予别人，自己就能更加丰富。正因为圣人无私，不直接追逐名利，才能通过帮助别人、施予别人，使自己越来越富有，获得更大的利益。老子认为，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，如果过度为之，必将物极必反。老子说：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持是手执手捧，盈是充满溢出。持而盈之，就是手里捧的东西太多了，都掉出来了，不如其已，不如适时停止。追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显露锋芒，锐士难以保持长久。家中的金银财宝太多，就会守不住，因为坏人会惦记着你。如果富贵到了骄横的程度，那是为自己留下了祸根。功成身退，天之道也。人在取得了成功，完成了事业以后，应该退而隐居，这才符合自然之理。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祸可以转化为福，福也可以转化为祸。不要贪恋权位与名利，因为那样常常会自取祸端。只有知足才能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，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遇见危险，
这样才可以保持住长久的平安。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，圣人应当去除那种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行为。做人做事要留有余地，凡事不能做得太过，应当适可而止。如果锋芒太露，富贵而骄，居功贪位，过度为之，必将招来灾祸。人在功成名就之后，就应当功成身退，这才是长保之道。然后柔弱，老子所理解的柔弱，就是为人处事的时候要灵活、温和、顺势而为。而柔弱的反面刚强呢，就是逞强好斗、自以为是。道本身就是柔弱的，老子说：“弱者道之用。”柔弱是道的作用体现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道的创生作用虽然是柔弱的，却是绵延不绝、作用无穷的。既然天之道都是这样的柔弱，那人之道也应该像天道一样，保持柔弱的态度。柔弱胜刚强，柔弱能够战胜刚强。为什么老子认为柔弱优于刚强呢？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；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，死了以后身体就变得僵硬。草木生长时是柔软的，死了以后就变得干硬枯槁了。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，柔弱的东西属于生长的一类。是以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，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。因此用兵逞强就会遭到灭亡，树木强大了就会遭到砍伐摧折。凡是强大的总是处于下位，凡是柔弱的反而居于上位。柔弱不仅富有生机，而且还是非常强大的。柔弱能够战胜一切，就像水一样。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。遍天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了，而攻坚克强者却战胜不了水。水是天下最柔软的东西，遇圆则圆，遇防则防，但水却能无孔不入，无坚不摧，没有一件刚强的东西能与之相比。老子崇尚的贵柔守弱，并不是懦弱和软弱，而是要人们保持灵活温和的处事态度。最后是不争。天之道不争而善胜，天之道不斗争而善于取胜。圣人之道为而不争，圣人之道做什么事都不跟别人争夺。不争是道的特性，也是圣人为人处事的法则之一。所谓不争，就是不与人争功名、争利益、争地位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，水善于滋润万物，而不与万物相争，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，所以最接近于道。人也应该像水一样，去众人都不想去的地方，做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，竭尽所能的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，而不去和别人争名、争利、争功。只有这样才能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正因为不与人争，所以遍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。老子的不争并不是不思进取，而是企图通过不争来取得比争更好的结果。不争才是更有效的争。老子的这一处事原则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，认为老子是个表面什么都不争，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想得到的阴谋家。朱熹就说：老子心最毒，不与人争者，乃所以身争也。老子说是不争，实际上就他争得最狠。这种批评呢，在我看来就是愚人对智者的羡慕嫉妒恨。大家一起做事，愚人呢就总想着自己的利益，处处算计，用尽心机来争名争利。而智者呢，只是踏实做事，只想着把事情做好，至于个人的名利完全不去计较。结果呢，愚人或者人浮于事，也干不出个成绩，要么就是把事情搞砸。而智者踏踏实实的，却很能成就一些功业。然后愚人们看着就来气，说智者心最狠毒，表面上不与大家争，实际上就他争得最厉害，一肚子阴谋诡计。
老子的伦理学就说这么多，先休息一下，下次课讲老子的政治哲学。